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美军仁川登陆，亲自介入朝鲜内战，使得北朝鲜兵败如山倒。之后更是不顾我国多次警告，悍然越过38线向鸭绿江挺进，严重威胁我国的国防安全。面对美国项庄舞兼意在沛公的阴谋，中央军委下令由四野改编而来的东北边防军立即整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秘密入朝参战。10月19日，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26万人跨过鸭绿江，秘密开赴朝鲜战场。奇怪的是，掌控制空权的美国却对此一无所知。美军侦察部门给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报告上显示，中国军队仅仅出动了5万人，以至于当中国军队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美军惊呼这是远东的幽灵部队。那我们是如何在美军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朝鲜的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主宰世界的大英帝国土崩瓦解，战后崛起的新贵美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瓜分势力范围。在朝鲜半岛上，2大阵营以38线为界，粗暴地把一个民族一分为二，北方的朝鲜归社会主义阵营，南方的韩国归入资本主义阵营。不仅在朝鲜如此，在中国他们同样也是如此操作。根据雅尔塔协议规定，当时长城以北的地区都被划入了苏联代表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南则归美国。只是没想到后来解放战争直接颠覆了美苏两国的如意算盘。中国的解放战争在我们眼里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统一战争，但在美国人眼里，这是共产主义势力在东亚的扩张，是在擅自打破战后的势力格局，强行把美苏原来的势力分界线由长城推到了台湾海峡。正因如此，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2天，美国就把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要知道，那时候我们都还没参战呢。现在朝鲜半岛上爆发的内战，同样也是共产主义打破分界线在半岛上的扩张。如果美国再不出手，资本主义阵营那帮小弟会怎么看他？所以自始至终，美国人都把中国跟朝鲜半岛发生的事情看作是2个阵营之间的博弈，而不是国内冲突。美国和苏联才是执起天下的旗手，至于北朝鲜的金日成和新中国，不过是苏联手上的棋子罢了。基于这一点，美国人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中国参战的可能性，他在乎的只有苏联的态度，而苏联在联合国投了弃权票，态度已经昭然若揭了。但很显然，美国并不了解中国跟朝鲜的历史渊源，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从明代万历的抗倭援朝战争，到清代因朝鲜问题爆发的甲午战争，乃至于新中国时期的抗美援朝战争，每逢朝鲜遭遇威胁，中原王朝都会出兵相助，这已经成了定律了。究其原因，还是跟中国首都北京的地理位置有关。北京就像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鸟，新疆蒙古是它的左翼，朝鲜东北是它的右翼。左宗棠说过，保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为京师。同样的道理，保朝鲜者所以保东北，保东北者所以为京师。朝鲜的山地丘陵是东北平原最大的地缘保障，从海上登陆的敌人一旦占领朝鲜，就很容易以半岛为跳板，占据无险可守的东北平原，然后兵锋直指山海关，撼动国家根基。甲午战争和9·18事变时，日本人就是按照这个套路在打的。一旦朝鲜没了，我们就得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所以在美国看来，中国不可能打，但在中国看来，这一仗必须打。毛主席当时就说过，这一仗打好处极大，不打坏处极多。打输了，大不了就当解放战争晚几年嘛。所以从麦克阿瑟不听劝阻，悍然越过38线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跟美国人干这一仗。美国上层这种吃定了中国不会参战的心态，也成功传染给了底层的美国大兵。既然上头都说了中国人不会入朝，那我们还叫什么真呀？那时可是冬季，朝鲜半岛的冬天贼冷了，因此当时美国的侦察队干起活来完全就是敷衍了事。美军飞机就是白天在天上随便拍几张照片，就拿到司令部糊弄麦克阿瑟，根本就没有深入中朝边境一带仔细侦察，更没有投放照明弹进行夜间侦察。事实上，如果他们认真一点，就能找到发现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了。我们再将视线转回中国这边，10月19日，
中国志愿军正式入朝参战。事实上，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打算搞什么秘密行军，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形势所逼。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苏联了。前面说过，按照战后协定，中国长城以北是苏联人的势力范围。苏联当时控制着新疆一些矿产，东北的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2个温水大洋出海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出于大局考虑，暂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建国后，毛主席出访苏联，想要从斯大林那里虎口夺食，把这些权益要回来。斯大林一开始百般推诿，后来因为害怕毛主席走铁托路线，让中国变成第2个南斯拉夫，斯大林这才不得不松口，忍痛把吃下去的肥肉全都吐了出来。但是斯大林内心是10000个不服气的。毛主席走后，他就憋着坏找来了金日成，挑唆他发动朝鲜战争。斯大林的算盘是，朝鲜打赢了，他就用南朝鲜的釜山港弥补旅顺大连的损失；朝鲜打输了那也好，等美国人逼近鸭绿江的时候，中国就只能请他重返东北。无论怎么看都不亏呀。看得出来，他跟美国人一样，也是吃准我们不会出兵朝鲜。开战前，中央派出林彪、周恩来到苏联通报我们出兵的事情，并请求老大哥派出飞机掩护我们。大家要知道，只要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入朝作战是不可能秘密进行的。所以一开始我们肯定没打算秘密行军。斯大林刚开始满口答应，可实际上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中国出兵就是个谎言，是中国人想骗吃骗和编出来的借口而已。中国这边等苏联的空中援助，那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到了10月19日的时候，实在不能再等了，毕竟麦克阿瑟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到了鸭绿江了。由于苏联的态度暧昧，我们不得不改变先前的策略，准备秘密入朝作战。这样做的目的有2个，第一是要将这场战争限定在朝鲜半岛，避免变成全面国战。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们就不能以解放军的面貌出现在朝鲜战场，更不可能像原计划的那样大大方方地出场了。当时民主人士黄炎培提议叫志愿军，但是这个名字官方色彩太过浓厚，最后拍板干脆叫志愿军，都是我们子弟兵自愿的，政府也拦不住啊。当时入朝作战的部队取消所有番号，军服上的肩章也被摘下来，汽车更是喷上苏联跟朝鲜的 logo。 其次就是利用美国的轻敌心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要知道，当时国人恐美症是很严重的，出兵朝鲜第一仗绝不能输。加上当时也不太清楚美国人的真实实力，所以出其不意搞偷袭终究是最稳妥的。为了掩护志愿军秘密入朝，中央采取了全方位的保密措施。当时严令声明相关部门、军区、单位、报社都不能透露一丝半点有关军队调动的信息。毕竟那时候刚解放不久，中国大地上遍地都是国民党特务，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很容易就会泄密。此外，就连入朝作战的志愿军也要求严格保密，绝不允许对家人透露动向，对外一致说是去执行秘密任务。可即使如此严格保密，最后还是难免百密一疏。当时政府高层有一个叫做张东荪的人，是个民主党派人士，在北平和平解放期间为国家做出过不小的贡献。可就这么一个人，偏偏是一个10级恐美症晚期患者。他对中国参战的前景极不看好，居然主动联系了一个叫王志奇的美国间谍，把志愿军出兵的情报传了出去，还卑躬屈膝地向美帝国主义祈求，留着中国以待将来。万幸，当时的美国高层已经飘到天上去了，根本就没重视张东荪提供的这份绝密情报。直到10月19日，我军跨过鸭绿江之后，偷奸耍滑的美军侦察机依旧没有发现敌情。他们对司令部呈报的侦察报告显示，我军方面只有5万人，5万中国军队，麦克阿瑟根本就没放在眼里。1905年日俄战争的时候，麦克阿瑟作为军事观察员曾来过中国东北，他可是见识过救中国的士兵是什么样的。在他看来，中共此举大概率就是来接应金日成的流亡政府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相比于中国军队，麦克阿瑟更在意的是如何完成这场职业生涯收官之作。顺便介绍一下，这时候的麦克阿瑟正准备和艾森豪威尔角逐1952年的总统宝座，所以在收到错误的情报之后，他开始做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死。美国本来按计划，仁川登陆之后，美军兵分2路，
一路向东，一路向西，对朝鲜人民军进行大迂回大包抄，力图在长白山附近全歼朝鲜残部。可麦克阿瑟突然福至心灵，想出了一个馊点子，他想要再来一次仁川登陆。之后他便将原来从陆路北上的东路军在西海岸装船，然后绕朝鲜半岛一圈，送到东海岸的元山，再在那里登陆，截断人民军北上之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个计划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甚至绘制西路军与孤军深入的绝境。但从表演的角度来看，观赏性极高。到时候记者们在海岸上咔咔咔一顿拍，把麦帅踏浪登陆的飒爽英姿传回美国，这支持率还不得蹭蹭蹭的往上升吗？反正现在朝鲜半岛无强敌，再烂的作战计划都能赢。彭德怀元帅在得知麦克阿瑟的作死之举后大喜过望，这说明麦克阿瑟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我们大部队入朝原先设下的突袭战仍有实施的基础。为了引诱美军上钩，我军在进入朝鲜后并未选择亮明旗帜，而是选择继续昼伏夜行隐藏行迹。由于我军是正义之师，而且作风优良，朝鲜老百姓踊跃为我们做向导。虽然是一个客场作战，但在北朝鲜的山地丘陵中穿梭起来却是如鱼得水。靠着山洞山谷的掩护，志愿军在休息的时候可以完美避开美军飞机的侦察。再加上当时朝鲜正处于隆冬季节，到处都是一片银装素裹，志愿军战士只要穿上白衣，天空中的美军飞机根本分不清是人是雪。再加上我们夜间行军的时候严禁打开车灯，本就怀着摸鱼心态应付了事的美军侦察机更是难以察觉。当然这么做代价也是很惨重的，很多志愿军战士在夜间山地行军的时候，有时走着走着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茫茫夜幕之中，但这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在急行军6天后，志愿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北朝鲜清川江流域的温井和云山一带，并在这里布下了口袋阵。这时候敌东路军打头阵的是南朝鲜军2个师跟美骑兵第1师，他们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一头撞进了我们的圈套之中。也不能说毫无察觉，在这支军队中有一个叫做白善烨的日本人，这个人曾经跟着日军在华北当伪军，跟八路军交过手。他在结合美军侦察报告说有中国军队出没的消息后，就敏锐地嗅到了老冤家的气息。白善烨提醒美国人要注意埋伏，可目空一切的骑兵第1师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仍旧继续向北方推进。果不其然，美军进入云山后马上就是伏兵四出。美韩联军在留下了 1.5 万具尸体后仓皇撤退至清川江以南。志愿军入朝第1仗大获全胜，这一仗的胜利极大地驱散了军队内部的恐美气氛。原来美帝国主义也不过如此吗？最后再说说麦克阿瑟，他到现在都不相信自己被假情报骗了，依然固执地认为中国派出的是小股部队，并根据这个错误的判断展开第2次会战，结果一世英名全都给搭了进去，可悲可叹啊。